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测试服里面的云安娜，到时候后续也是会那个上传新版本。然后这边水银世代和探索者庇护这两种装备呢，一个是金身的那个其中一个小件，然后水银世代就是水银那个弯刀的那个小件之一。然后左下角是它的那个近战，就是攻速的，多了就是3级鞋子的话多了1000的攻速，的吸血说错了。狂风之力的话就技能差不多，然后就变成了主装备。像水银世代它到时候是1100金币如果说你只是把它，比如说关键出装的话，比如说就是那种关键出装要保命，或者说要减一些控制的话，你就可以提早去做它，或者说对面有劫的话，你虽然说探索者护臂是一个法术装备它是有护甲和35点法强嘛，但如果说对面一直在恶心你的时候，那你其实可以花一点钱去做这种金身，就到后面再去把这个装备给卖掉，这也是可以做选择的，这需要你自己去判断。3级鞋子的话，我就就是哪个英雄的话，我就讲哪个的大概是吧？他会用到的其他的话我就不多讲了。攻速鞋子的话，就是命中敌方英雄的时候，3级鞋子以后就是可以增加移速，所以到3级鞋子的话，就是对英雄之间的那个就会更好的去拉扯。前期可以看到袁娜的话，伤害还是有点小高你没发现？他 Q 技能，但他前期其实伤害总体来说并不高，因为他要叠 Q 技能，他要 Q 技能叠满以后，打出来那个伤害才很高。我们讲一下他的技能吧。云安娜是吧？它的暴击会造成10%的魔法伤害，所以它的暴击是会转化成魔法伤害。这样子的嘛。它 Q 技能普攻额外造成10点魔法伤害，会根据自己的法强去提升。当没有激活这件 Q 技能的时候它的每次普攻会叠加一次这个技能的被动，最多叠6成。激活后消耗全部的那个被动，5秒内获得22%的攻速会随着等级提升，4级以后是60%，然后再强化普攻普攻特效，再额外加10%的魔法伤害，普攻会扩散至附近目标就它看 Q 技能叠满以后伤害会增加，然后呢也会造成 AOE 伤害，就是稍微有附近的那个 AOE， 你看没有？这里的话就打出了一个小，不过伤害不多就是了，很低的一个 AOE。不过 Q 技能也是吃暴击率 ，W 就是丢一个念珠，也可以提供视野对敌人减速造成99的减速效果，并在过程中停留
重置其就是你丢出去以后，它就开始 CD 了。只不过它在飞的过程中呢，它会自己重置 CD， 这不影响。E 技能的话，就是给自己加移速。如果朝敌方英雄的话，移速提升的话会增加更多。其实他这个 E 技能移速提升很快，就是挺高的。我跟你说，感觉比那个德莱文的 W 技能提速提的感觉爽一些。大招的话就是直接进入一个超凡状态啊！超凡状态下的话 ，Q 技能会自动激活，然后 W 的话会改变一个形态，朝敌方发射一个灵能射线啊，对命中敌人的造成魔法伤害，也会根据自己的那个物理攻击去提升。然后 E 技能的话就变成了位移，知道吧？直接可以一小段的位移，不再是一样可以提供那个移速加成。这里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的 W 技能就改变了一种形态，就变成了那种气功师的那种状态啊。其实说实话，这数值有点强。我跟你说，它出来以后，估计又是班位上的那种叫什么，就是常年在班位下不来的那种射手。不过他 E 技能加速的话没有加攻速，就是也其实挺好的，我觉得很多人不会拉扯，那有这个攻速移速加成，那拉扯就飞很舒服了。像新装备水银弯刀的话，其实45点的攻击力和10%的吸血，其实就可以，搭配那个叫什么，就看你咯。如果说你是顺风，然后对面的控制并不多，而且袁安娜这个其实不差，只要你带疾跑跟闪现的话，它就不缺这种拉扯能力。有技能控制，对吧？它的 E 技能也有位移，其实还好。水银的话，只要不是对面太多控制的话，你可以水银弯刀的话，可以去就是说用那个破败去替代，然后利用这个银血的这种双吸血效果，它后期其实能靠这个吸血把这个持续战斗能力抬上来。再加上这个攻速鞋的3级鞋子又有5%的吸血，那如果它加上银血，对吧？银血8%，平 A 的话是12%，再加上鞋子5%，再加上那个水银弯刀，或者说你直接选择做破败，那吸血的话就20%多，然后看你带不带吸血符文了，因为到这边的话，它是选择带的那个攻速，而且下个大版本里面残暴的话，到时候残暴以前是只加攻击力嘛，额外那个物理伤害嘛，后面的话它改了，它到时候是有3%的魔法自适应的那个伤害所以到时候法师也是可以继续带残暴的。之前是就前2个小版本吧，它改了这个，所以只适合射手带。现在的话，就法师的话，到时候也是可以带的，问题不大。
或者说混伤的英雄，哎，其实下版本是不是混伤又是很变态？Q 技能，这个被动其实就是将自己的暴击伤害啊转化一些为那种直接转化为，它就是它的袁安娜的被动啊，将暴击伤害转化为那个法术。但体验服的话，只能作为参考，因为它到时候上线到正式服的话，它肯定是会有一些的变化的啊，所以大家就看一个乐子就好了，别太当真。他要是给你大削一刀，你玩不玩？你真不一定玩。然后其他装备的话，我就不去多讲了，因为讲太多没用。狂风之力倒是可以说一下，它这个数值50点攻击力，25的暴击，15%的攻速，5%的移速。对于这个数值来说啊，对于一些没有位移的英雄是一定就是这个装备就是很刚需的，比如说艾希啊这些。袁安娜估计不需要啊，有疾跑有那个，而且他的伤害根本就不差，而且还是混伤。你看他是出暴击，但他有法术伤害啊，他的被动，这个英雄的被动就是把你的暴击伤害转化为魔法伤害啊。哦，云安娜的话是7月初第一个上线是吧？就是新版本，然后大虫子的话估计得晚一点点再出。这开了大招以后啊，这个他 A 出去那一下，感觉每一刀都很痛啊。W 减速到一技能追击敌人的时候啊，或者逃跑的时候用，拉扯的时候感觉没必要。反正灵魂自己用。哦，这边 A 过来。我们看一下他3件套以后，因为射手怎么都是要3件套以后才能看出他终结比赛的能力到哪个地步。这边的话还没有选择做3级鞋子的，差一点。正常来说，射手就最好是做这件。我看一下那个。贪婪鞋子吸血鞋的那个不朽战靴，获得12点或20点的自适应。哦，它是能全能吸血，然后参与击杀可以获得额外的每次参与击杀可以获得0.5的全能吸血，最多获得5%。就等于说，你只要参与击杀够10次，那这边开了大招以后，这个伤害啊很猛。这个 AOE 伤害真的，我靠！这 AOE 伤害，只要你他妈往人堆里面丢平 A， 那对面都对面完全顶不住，好吧？太变态了！这个不朽战靴就是贪婪鞋子的3级鞋啊，生命高于50%，获得5%的额外伤害，低于50%的时候，自身获得治疗提升和护盾提升。
那这件装备岂不是很多刺客打野必出？像他 Q 技能如果没有变身状态下啊，他就一定要先叠满以后再那个。如果直接开大招的话，就不需要叠了。哎呦，这个里丢这个对面蒙多好肉啊！哎，你别说，我靠，这边虽然说3件套了，但打蒙多还是打的有点痛啊！哎，不打不动啊，还是太肉了。这边直接开大招，哎，射手还是好惨啊！哎，你别看他前面什么很猛什么的，我对面只要就是经济均衡下来，就是对面的经济没有拉开，还是得先把那个100%暴击给做出来先，有点顶不太住，我感觉打不太动，你没发现？哇，这个版本我说实话又是战士联盟。就是诺克萨斯版本是吧？哎，哇，这丢不动啊！哎，这个版本都不至于这样子吧？还有石像鬼，就是收不掉。啊，一出来了，没了。看起来是挺帅的，这个英雄看起来确实挺帅的。哎，我感觉前面我收回前面的话，我感觉这个版本鞋子出这个东西，估计又是刺客跟那个战士先受益，然后后面再怎么去改版，让射手啊开始有点福利这样子，要去调整。赛季初估计就是神仙打架，我跟你讲。这到底是不是后期英雄啊？之前看别人玩都是后期英雄啊，怎么感觉他这是前期英雄啊？说实话，像这种巅峰就是什么？哎，不是巅峰，是体验服的人机啊，比那种我们正式服里面排到的队友都正常多了。你看拿完龙都会抱团，对吧？然后人马现在赶过来，就知道要抱团了，对吧？拿到龙 buff 这边的话，哎 ，AOE 是真的猛，但他的感觉如果说被对面单个英雄逮到机会的话，他那个感觉伤害真的好低。他强就强在这个 AOE 伤害猛啊。他有无尽的话，暴击率会高很多，但我们看不到了啊。这一期的话就到这了，后续的话，如果你们想去玩，你可以自己去体验服体验一下啊。那行，反正这个蒙多开个石像鬼真的是 A 都 A 不动啊。那行，那这一期的话就到这了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